金哥会教你有时候怎么避，怎么去躲，但是看起来还能够很精彩，都累得不行，大半夜就是凌晨3、4点的那会儿，坐着，然后就都没动静，就都睡着了。相比我一边上这些综艺节目或者出去做一些商业类的工作，我可能会把角色做得更好一些。第677名，5万里。多大了19。Hello， 猫眼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我在长津湖中饰演7连第677名战士万里。其实万里算是一个军人，但又没有那么像成熟的军人，所以我比如说训练营的时候，就像万里一样，我就是稍微了解一下我就够了。当时50年那个年代的前后左右转这些动作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，对，然后敬礼动作也略有差别。我们当时就是去新兵营站军姿，然后各种前后左右转，然后军礼，然后举枪。我的话要特殊训练一些扔手榴弹的姿势，就是那会儿开始带一点点万里的内在想法吧。从江边到战场，万里他一直在成长，在变化。到后面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点军人的气概，一点点出来一点。他其实只是想在哥哥面前逞能，就只是想向哥哥证明自己。第二个问题是想知道大哥怎么死的。进到战场里面之后，慢慢，一开始是畏惧的，畏惧同时就也是想一点点找到自己的价值，慢慢就想成英雄，甚至有点杀红了眼，就看着将死的人也想补一枪，然后慢慢知道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英雄。我觉得是绝大部分的士兵，其实万里19岁，当时有很多都是16、7、8岁就进入战场，有一些到20岁就已经是担任一些官职，就已经算是小老兵了。其实当时有很多一部分上战场保家卫国的军人都是这个年纪，放到现在看的话，其实万里的视角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，现在这些年轻观众的视角。我们进入战争的时候，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变化？就是通过万里的视角去穿插在战争中。我要跟你打仗去。我靠大你！上级士兵，走！go！别过来！天理就是4个字嘛，对我就是长兄如父。他一边想照顾好我，一边想给我爱意，给我宠爱，但是这是战场，你必须得自己学着怎么去活下来。所以一边又有严厉，又有这种不得已的比较残酷的一种成长方式，就你必须自己去学会这些东西。看半天那么像万里啊！我说怎么是金哥其实一直很照顾我的感受，戏里戏外都算是领导者领头人。然后我呢又算非常慢热的人，因为金哥算是一个很主动的性格的人，很照顾我们7连的各个兄弟们，会给一些建议，互相聊一些东西，一直想试着慢慢我们通过角色，通过戏里面慢慢熟络起来。有很多，尤其是肉搏战，金哥会教你有时候怎么避，怎么去躲，包括我们一开始在船边可能有踢打2下，但是看起来还能够很精彩，不是效果。反正武打动作上面，金哥甚至有时候会给导演一些他的很特别的一些新奇的想法。这就是刚拍完一个镜头，然后再换机器，其实时间很短，可能就10分钟、15分钟，因为那个坡很陡，就在一个山坡上拍。拍完那场休息的棚，要往上爬到别的地方，都累得不行，大半夜就是凌晨3、4点的那会儿，然后也懒得往上爬了，就坐在旁边，然后坐着说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坐着，然后就都没动静，就都睡着了。你是第一个问我疼不疼的人。不累啊！
你们这么不顾一切来救我的命，只会让我觉得我是个负担，我一点都不感激你们。第677名，5万里。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的难能可贵。反正对于演员这块儿，尽可能真实，尽可能把自己交到每一个细节里面，反正尽量做好。因为也能从他们那儿偷偷学到好多东西，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，我们都完成好各自的部分，然后希望能变得越来越好。总归会有点影响，会有点帮助。相比我一边上那些综艺节目，或者出去做一些商业类的工作，然后再回到剧组里，因为演员的工作性质跟之前那些工作的内容相差很远。我就从小就有点就是能看到一些很细小的细节，身边人的情绪波动、气氛流动能观察到，所以我能尽量避掉一些被那些气场影响，我可能会把角色做得更好一些。看到最后有的说是人形立牌，虽迟但虽迟就算迟到，但是还是到了。不是的。就还希望就是之后